自驾游1个月了，终于还是走到了修车这一步。从广西自驾去新疆，最近我遇到了一个问题，我的50马卡龙在行驶的过程当中，左前轮或者说左后轮的部分传来异响。大家都知道，车子在行进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噪音，比如说风噪，或者说发动机或者电机的声音。但我发现这个异响它是第3种声音。这第3种声音是从左边传过来的，我不知道是左前轮还是左后轮，但我感觉大概率是左前轮，因为我在行进的过程当中，我感觉它这个轮子转一圈呢就响一声，转一圈是响一声。之前我曾经找过汽修店的老板师傅帮我检查过，他说是可能车轮子存在着小石头碾压的声音，但是后来他清理完之后呢，我又继续向前跑，但是仍然存在这个声音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幻听但是这个幻听一直都存在。我感觉至少80%、90%是确定不是幻听的，它真的就存在第3种声音。趁着现在我来到了甘肃的张掖，在进新疆前的一个比较大的城市，我打算去50的 4S 店去找一下专业的师傅，让他帮我解决这个问题。开着车前往50 4S 店的过程当中，我仍然能听到一些异响。我想通过相机录制下来，但是发现相机是没有办法录入这个声响的，因为比起风噪和电机的声音，那个异响声真的是太小声了。现在来到了张掖这边的50 4S 店，刚刚工作人员给我开了一张单子。其实我转过来这边，我又转了一圈，然后复现了一下这个问题，但是拍的时候是听不出这个声音的，因为声音太大，然后它这个滴滴滴的响声它是隐隐的。大概是开20多迈的时速的时候，它就是比较明显，但是如果开超了30多、40的时速的时候，就不太听得出来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会怀疑，就是这个车轮胎它是没有完全平的去接触地面，所以导致可能有个地方是凸出来了，有可能是车轮胎有鼓包还是怎么的。但是这个是之前网友给我的判断，所以我不太确定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它的小石头哪有那么多，这点小石头难道有那么多的异响吗？不太可能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真的有点隐隐的特别担心。大家都知道我到时候要进新疆嘛，从瓜州到哈密的那一段路，本来路上充电桩就比较少，人也比较少，镇子也比较少，那万一出点啥事儿，我真的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到时候你们就等着我对着你们哭吧我可不想拍这样一期视频。修车师傅准备开车转一圈，我坐上了副驾驶位，我想告诉他是哪一种声音，防止他误判。没有。有这个声音有滴滴滴的。哎呦，你要纠结那个声音，这个车你说咋？我怕的是它是里面有问题。车子以20多的时速往前走，我提醒师傅听那个异响，但是师傅说没有，我当场都有点无语了。我开始怀疑自己可能过于敏感，但师傅说他是专业的。转了一圈后，我坚持让师傅帮我把50马卡龙用机器抬起来，帮我检查车子的底盘、减震、球笼、轴承等相关的部件。师傅说那个异响，他说不存在，那就是检查一下其他的，这个基本检查吧。师傅检查了一圈，甚至还帮我检查了轮胎，最后判断没有任何问题。这下子我彻底没辙了。实际上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来这个50 4S 店，前天的那个师傅也是开了一圈之后检查了轮胎，就跟我说车子没有问题。但是后来当我把车子开出去，走在平路上，我依然能够听到车轮传来的异响。但现在第2个师傅还是这么跟我说车子没有问题，我真的是怀疑自己了。难道我真的是太紧张、太敏感了吗？但我之前开着这一辆车从广西到四川，从来没听到过这个异响声，直到快到兰州的时候，我才开始听到这个异响。我很疑惑，但是师傅是专业的，我不得不相信他们。没办法，我只好又把车子开回去。但这个时候郁闷的事情发生了。当我快要回到停车场门口的时候，50马卡龙的胎压检测提示，请检查轮胎压力。这个标志从来没出现过。我下车看了一圈，4个轮胎并没有扎胎的情况，但左后轮的胎压不足，明显有吃胎的现象。
所以我用电动打气泵给左后轮充气，之后把胎压监测复位后，车子就没有这个提示了。我相信看到这里，有的老司机可能都知道有问题了。没错，左后轮实际上是被扎胎了，但我在检查的时候，那一枚钉子刚好贴着地面，我发现不了。我把车子放回停车场后，回去休息了一段时间，直到下午6点多，我拿着新买的轻石钩，准备给车胎清理石头。把车子开出来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左后轮扎胎了。朋友们，我刚刚把车子开回来，结果就发现车子这个轮胎它确实被扎胎了。就是我刚刚不是给它打过气了嘛，结果回来之后我还是感觉不放心，所以呢我就来回的把这个车挪来挪去，就发现它这里有一个钉子，大家看没有？这个地方有个钉子啊！我的天哪！现在又得开车去找轮胎店去补胎了。哎，我的天哪！我这一天跟这个修车店都脱不开关系，真是。不过幸好及时发现了啊，不然的话明天又麻烦了。老实说，我以为这一枚钉子是我今天在504S 店开车转一圈的时候钉到的，因为那个地方有一家修车厂，路面会有一些金属之类的东西。因为刚开回来的时候就提示，请检查胎压。老板帮我补个胎，扎胎了。这个啊，这边这个轮子扎了一个钉子吧，应该是。我没发现，我中午是突然之间，我今天早上去了一趟 4S 店，回来就扎胎了，也不知道是在 4S 店那里扎的胎还是哪里。我问了修车师傅一个问题，我说我最近在行驶的过程当中，50马卡龙的车轮位置总会有一种异响。结果经验老道的师傅跟我说，那大概率就是这一枚钉子引起的，因为钉子是直直的扎进去，钉子跟轮胎严丝合缝。每次车轮转一圈，因为钉子是铁的，而轮胎是橡胶材质，两种材质压在地上的回响不一样，所以这一种异响大概率就是扎胎的钉子引起的。应该是个螺丝吧？是吗？我看一看，妈，这个我估计差不多，这就是在那边 4S 店上被钉的。我恍然大悟，直到这一刻以前，我一直以为车胎是今天才扎到的，但如果按照师傅的推测，我又开始后怕了。要知道，我开始听到异响是快到兰州的时候，而我又从兰州一路经过天柱县、武威市，最后来到了张掖，中途走过国道，走过到处都是坑的烂路，甚至还上过高速公路，整整600多公里，我就这么开着已经扎胎的车子来到了这里。我都不知道我是该说自己幸运还是怎么地了。当然，我平常对于车子还是比较关心的。每一次我检查车胎、清理小石头的时候，左后轮的这枚钉子总是刚好压在地上，这就导致我从来没有发现它。因为钉子跟车胎严丝合缝，所以从来没有漏气，或者说没有漏太多气。在这600多公里的路上，50马卡龙也很坚强，从来没有提示过请检查胎压。我去过1次轮胎店，2次504S 店，3个师傅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。等到我都准备明天要出发的时候，这个问题才暴露出来。命运好像就是很神奇，我如果不再去仔细的看看50马卡龙，没准第2天我直接开车往前走，那我估计会被撂在半路上，这个时候就需要找救援了。也许正是因为我内心的隐隐担忧，我没有放弃，这才找到了问题的所在。师傅帮我补好车胎后，我开着车绕了一大圈，经过我仔细的感受和观察，那个异响真的没有了。我现在正在做一个试验呢，仍然是以不超过30码的速度往前跑。我再仔细听有没有那个响声异响，好像真没有了，真的没有那个异响了，我的天啊！最后值得说一下的是，我来补胎的这一家店刚好就是我3年前在张掖给铃木北斗星换车胎的店，而帮我找出问题根源的修车师傅就是这家店的老板。我们3年前曾经见过面。我这车子扎胎后引起异响，一直苦苦找不到答案，非得让我来到张掖才找到答案，这也太巧了吧。我感觉命运貌似在形成一个闭环，就是一种感觉啦。我也算是幸运，在出发之前能够真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，也算是很不错的。真的，莉莉还是很不错的啊。
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这一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。接下来我们又可以愉快的继续往前走了。我们下一期视频见，大家吃好喝好睡好，拜拜。